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很有感觉的话题哦，就是那个皮肤干燥。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皮肤干干的，尤其像待在冷气房里面待久了，或是说，洗完脸之后，脸感觉崩崩的，然后擦了保湿，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我们之前看了些资料发现大家好像常常有个误解，都以为皮肤干不就是缺水而已嘛。但这次我们想跟你一起来看看，这个观念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呢？对，这个真的很常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真的就是补水嘛，擦保湿。可是如果我们从皮肤科学的角度来看，关键可能不只是加水这么简单。有时候那个问题点呢，是在你的皮肤它根本留不住那个水分。留不住水，加水跟流水不一样哦。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们看的资料好像有特别提到这一块。没错没错，我们可以把皮肤想象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所谓的含水能力，指的就是你的皮肤角质层它自己抓住水分的能力，就像一块海绵吸饱了水一样。海绵吸水。对，那第二个呢是锁水能力，这个就比较像是皮肤的一个保护层，我们常讲的那个皮肤屏障skin barrier。对对，就是它的功能就是防止水分蒸发掉、流失掉。我觉得有一个比喻不错，就像是你做好的布丁要盖上一个盖子，不然它会干掉。这个布丁盖子的比喻很清楚所以皮肤会干，有可能是那个海绵本身，吸水能力就不太够，但也可能是那个盖子，就是你说的屏障，坏掉了或是功能不好了。正是如此，两种都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是同时存在的。哇，所以找出真正的根本原因其实很重要。那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海绵吸力变差，或者是那个盖子功能下降呢？那资料里面大概归纳出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啦。第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小心就中了，就是过度清洁。过度清洁，洗脸洗太干净吗？对，可能洗得太用力了或是洗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用到不太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为了控油抗痘用了一些比较强的清洁品，或是酸类的产品，结果反而把那个扮演盖子角色的皮肤屏障，给洗坏了。原来如此，清洁也不是越干净越好没错。再来呢，有些人是天生皮肤结构的关系，比方说像是有异位性皮肤炎体质的朋友，他们皮肤里面负责抓住水分的一些关键分子，例如像神经酰胺 ceramide， 听过这个？对，它的含量可能天生就比较少一点，那这样就会导致那个海绵本身抓住水的能力，先天就比较弱，就是海绵本身条件比较不好，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状况比较少见，但也要注意，就是那个腺体分泌不足，像是有一些自体免疫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干燥症。对 Sjögren's syndrome，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汗腺皮脂腺分泌，那等于说源头供应的水分跟油脂就变少了。哇，这样听起来原因真的蛮多的不是只有单纯天气干那如果比如说有人发现他换了某个洗面乳之后，皮肤就开始变干了，那这样是不是比较可能偏向你说的第一种，就是清洁不当，屏障受损了？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方向。不过还是需要专业的评估才能确定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的资料里面会提到，要做一个皮肤健检。皮肤健检，对，它的目的就是要帮你理清你皮肤干燥真正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是哪个环节出状况了。那这个皮肤健检跟我们自己在家里不是有些那种小小的保湿仪可以测皮肤水分的那个一样吗？不一样哦。你说的那种市面上的小仪器，它可以测那个比如说表皮水分散失率，就是 TEWL， 或是角质层的含水量。但这些数值老实说变动蛮大的。对你环境湿度变一下，或是你刚洗完脸，测出来可能就差很多。所以临床上那个参考价值比较有限了。比较像是一个瞬间值。没错，真正比较有价值的工具，像是我们说的电子皮肤镜 （dermoscopy）。皮肤镜，对，
还有电子午视灯 Woods Lamp。皮肤镜它可以放大几十倍，让我们直接看到皮肤很细微的那个纹路啊、毛孔的状态啊，还有表皮下面微血管的分布。从这些可以判断说，你皮肤是不是在发炎，有没有脱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皮脂膜，也就是皮肤表面那层天然的油脂保护层，它是不是健康完整的？哇，可以看到这么细哦。那午视灯呢？午视灯它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光线去照，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肉眼可能看不太出来的，比如说色素沉淀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荧光反应。像有些细菌或霉菌感染，在午视灯下会有特殊的荧光。哦，对，所以这些工具可以提供更稳定、更深入的资讯，帮助医生做更准确的判断。了解。所以说，透过像皮肤镜、午视灯这些比较深入的检查，才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说，你的皮肤到底是海绵吸水力不够，需要加强补水，还是说那个盖子坏了，要优先修复屏障，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更根本的问题要处理？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一样嘛。你要先科学的了解自己的状况，才能对症下药啊，选择真正有效的方法。这样不只可以避免你乱花钱，买一堆可能根本不适合你的保养品，更重要的是可以预防因为你乱试啊，用错方法，结果让皮肤越来越敏感，甚至变成那种很棘手的酒糟肌，也就是玫瑰斑。啊，那个脸会一直红红的，很不舒服的那个。对，那就是一种让脸部长时间泛红、发热、很敏感的皮肤问题，处理起来就更麻烦了。原来是这样，所以皮肤干燥真的不能只靠感觉，好像还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比较好。的确是这样，建议大家可以试着建立自己皮肤的健康记录，持续观察它的变化，这跟你管理其他健康指标其实是一样重要的。有道理。好，那今天讨论下来，我们对于皮肤干燥真的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关键不只是补水，那个锁水能力、皮肤屏障的健康，也很重要。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好了，就是了解了这个含水跟锁水的区别之后啊，你会不会回头去看看你现在正在用的洗面乳或者是保湿霜，会不会用新的角度去评估它们呢？好，那我们下次见喽。下次见。